他的短篇虚构集简直就是20世纪最疯狂、最丰饶的思想实验室。在这本书里，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不可能的实验。他写过一座无限延伸的图书馆，那里包含了所有可能写出的书，包括你没写下来的版本、写错字的版本、反着写的版本。他写过一个人被诅咒拥有完美记忆，每一片树叶的形状，每次梦境的气味，都像病毒一样占据了他的意识。他无法思考，因为他无法忘记。他还写过一个作家，不靠抄袭，不靠引用，只靠沉浸、感应、再现，一字一句地重写了《堂吉诃德》，完全相同，却属于另一个人、另一个宇宙。那时候的我，每天晚上都被这些实验困住，不是实验室的那些，而是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。他那本虚构集比量子力学的作业还难懂，有时候一篇才2页，却能制造出一个连时空都混乱的宇宙悖论。时间可以折叠，空间可以循环，一个人可以永远地记住一只马，也可以永远走不出一座图书馆。我不是唯一一个被他困住的理科生，萨巴托就是写隧道的那位前物理学家。在放弃科研转行写小说之后，第一本认真读的小说集就是博尔赫斯的虚构集。他甚至从中借走了平行时间轴的设定，用到隧道那位杀人画家的故事里。虽然他教相对论，但真正把时间变成幻想的人是博尔赫斯。当时的我还很无知，居然不知道这本书早就有英文版，所以一边查字典一边自己硬翻。我想把博尔赫斯据为己有，就像一个物理学家想独占一个新发现的宇宙。他让我第一次意识到，语言也可以制造黑洞，一个词、一个镜子、一个悖论，就能让你彻底迷失。我开始怀疑，到底是谁在做实验？是我还是他？到底哪里才是现实？是实验室还是书页之间？就是通过博尔赫斯的小说，我第一次进入了那座传说中的巴别图书馆。这篇发表于1941年的小说，想象了一座收录了所有语言中所有可能文本的图书馆。不是比喻，是所有组合方式，包括每一本书的所有错字、空白页、乱码版本。听起来像是无限的，对吧？其实不是，我后来用公式算过，它是有限的，但数量巨大，甚至比整个宇宙中的原子数量还多。这不再是小说，这是信息宇宙论的文学原型。还有那篇仅有1段话的短篇《精确科学论》。博尔赫斯写道，在一个帝国里，制图学发展到了极致，他们画出的地图比城市还大，比省份还精确，直到最后他们画了一张和帝国一样大的地图，每一寸每一角都与真实世界一一对应，而这张地图也因此变成了现实本身的替代品。在那一刻，我真正理解了他要说的东西。当人类的知识精确到极致，它将与现实重叠，甚至取而代之。这不仅仅是讽刺，也不仅仅是幻想，这是一种深到骨子里的哲学不安。如果说科学实验是用装置模拟自然，那博尔赫斯的小说就是用语言模拟世界。它制造的是我们认知的错觉，让我们以为自己理解了一切，但其实我们只是多走了一步，从现实滑入了虚构的黑洞。我还亲自走过了那座迷宫，它的名字叫分叉小径的花园。在这篇1941年的短篇小说中，博尔赫斯让一位作家写下一本奇书。书中的主角不需要做出选择，因为所有可能的选择都会发生。不是如果他选了 A 就失去 B， 而是他既选了 A 也选了 B， 还选了 C、D、Z。 每一条可能的路在每一个当下全都真实展开。他的人生不是一个时间线，而是一棵不断分叉、无限蔓延的树。他同时活在每一个可能的版本里。这不就是后来的多重宇宙理论吗？你可能会以为这是博尔赫斯从科学论文里借来的点子，但他写这篇小说的时间是1941年，而美国物理学家休埃弗雷特是在1957年的博士论文中才首次提出 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 多世界解释。16年后，物理学才赶上小说家的幻想。有意思的是，
后来，阿根廷物理学家阿尔维托·罗霍采访博尔赫斯时，提起了这个预言集的巧合。博尔赫斯听了之后，只轻轻笑了一句：“物理学家想象力真丰富啊！”你看，他不以为自己是先知，他甚至不承认自己写的是理论，他只是在用语言走一条最不可能的路径。就像他小说中的主角，在一座无限分叉的花园里，每一次抬脚都是一次真实的实验。那段时间，我像着了魔一样，把博尔赫斯所有能找到的小说全都读了一遍，尤其喜欢那本《造物主》，一篇一篇梦一样的预言，像闪电一样劈进脑子里。每天晚上，我都觉得自己活在一个被语言折叠过的世界里，像进了一个会自己旋转的万花筒。我当时住在大学宿舍，隔壁是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哲学系同学。有一天，他看到我在翻博尔赫斯，停下脚步，笑着说：“你喜欢分叉路径，喜欢现实的变形术，那你一定要读这本书《跳房子》。”他把书放到我桌上，说：“这不是一本普通小说，是一本需要你参与的迷宫。”写《跳房子》的是阿根廷作家胡利奥·科塔萨尔，他是博尔赫斯的后辈，也是忠实读者。他们不仅是文学上的同乡，更是精神上的共谋者。从一开始，他们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：我们生活的现实是稳定的吗？空间是固定的吗？时间真的是单向的吗？在《跳房子》的阅读说明中，科塔萨尔一上来就写道：“这不是一本书，而是许多本书。这不是谦虚，它是认真的。”这本小说有两种读法，第一种是从第1章读到第56章，像普通小说那样；第二种呢，你得跳着读，按照作者指定的一套跳房子式的顺序，从第73章跳到第1章，再跳到第99章，像游戏一样，在故事和时间之间穿梭。它打破了小说的基本规则，故事不再有顺序，时间不再有方向，因果不再必须成立，空间也开始交错。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距离，像纸上的2个点被作者折叠了。你不知道角色在哪一页做了选择，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哪一页已经错过了什么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本书没有主线剧情，读者才是那个做实验的人。你要自己决定读哪一章，你要自己定义时间顺序、情节走向，你要自己创造现实。这和博尔赫斯笔下的多重宇宙简直是一脉相承的叙事物理学。你不是在读小说，你是在用文字参与一次关于现实本质的实验。1980年，科塔萨尔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学，在一场关于小说时间的讲座中，他说了句特别坦白的话：“我对相对论一无所知。”但他说，他知道一件事儿，空间和时间的弹性正是所有故事中幻想的源头。讲座结束后，一位学生举手提问：“您在跳房子里提到过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，您真了解量子物理吗？”科塔萨尔笑了，说：“我是在巴黎住的时候，读《世界报》的科学副刊，才第一次看到不确定性原理的。那一刻，他被镇住了。原来，物理学家也会承认，世界中有些东西是无法被完全知道的。这不就是文学和诗歌也会面对的事吗？”他说：“这就像写诗一样，当你抵达语言表达的极限，那种卡住、想说又说不出来的瞬间，和海森堡面对知识的极限是一模一样的。你听到了吗？”一位小说家在巴黎的报纸上偶然读到量子力学，竟然在故事里找到了科学的回音。而在他眼中，文学和科学的区别根本不在方法，而在面对不可知的态度。不确定性并不只是科学的课题，它本身也可能就是小说存在的意义。每当我们试图解释世界，总会有一部分东西逃走了，那逃走的部分就是小说。它不是知识的失败，而是世界的宽容，是一种美丽的未知，永远存在于我们所有猜测之后。就像萨巴托曾经抱怨过的那样，因为我有科学背景，大家从不相信我能认真写小说。可他反问自己，如果我最好的前辈其实还在未来等我出现呢？他没说错，那位后来者真的来了。他的名字是奥古斯丁·费尔南德斯·马洛，
一个出生于西班牙的物理学家，却用小说打开了整个21世纪的文学新纪元。如果说跳房子点燃了拉美文学的爆炸年代，那么马洛的作品就是下一次撞击实验。他的小说把弦理论、宇宙微波背景辐射，甚至熵和信息论，全都揉进了文学语言里。他让小说重新变成了思想的粒子加速器。你看，物理学家可以成为诗人，小说家也可以提前写出科学还没定义的真理。在他们中间，我们看见一个共同的信念：不确定是所有真正探索的起点。1980年代中期，马洛还只是西班牙圣地亚哥大学的物理系学生。有一天，他的同学递给他一本书，封面上是一个熟悉又奇妙的符号——莫比乌斯环，一条扭曲的无限回路。这本书是博尔赫斯的《造物主》。他打开书页，读到那些诗意的片段，却突然有种强烈的感觉：这不就是物理的语言吗？只是换成了文字的形式。博尔赫斯没有写科学，但他写出了科学背后的不可言说的逻辑。他不是解释世界的科学家，他是那个把世界写成反科学之诗的制造者。就像正物质遇上反物质会化作光，马洛从那以后开始在物理笔记本的方程式旁边写诗。他发现，无论是公式还是诗句，都在用最简洁的方式传达一种无法直接触碰的真理。他决定写出一种新的文学，就像弦理论那样，在多维宇宙之间搭起一条连接科学与语言的桥。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他留下的这座桥，一端通向粒子，一端通向诗。他让我们看见文学并不落后于科学，它只是用另一种方式照亮同一团未知。大学毕业后，马洛搬去了西班牙的马洛卡岛，他在当地一家医院的地下室工作。你没听错，真的是地下室。他在那里用粒子束治疗肿瘤，一干就是快20年。就在那个没有阳光，只有机器轰鸣的地方，他开始做另一种实验，不是用粒子，而是用文字。他写诗，写小说，他把那些公式变成句子，把那些无法描述的生命经验变成一行行科学诗学。过去，文学也曾经挑战时间与现实，就像相对论，像量子力学一样，但那是宇宙尺度，太大、太远、太不属于人。马洛说：“我想做一种新的实验，一种能真正接近人类自身的科学诗歌。我要让不可能的和真实的在同一首诗里相遇。”他做到了。在现实的地下实验室里，他打造出一座文字的粒子对撞机，让科学与文学不再平行，而是撞出未知的火花。2003年，有位编辑问马洛：“你写的这些作品究竟跟物理学有什么关系？”马洛没有急着回答，而是花了6年时间写了一整本书来回应。这本书叫《后诗歌：通向一种新范式》。在这本书里，马洛提出一个惊人的观点。他说，19世纪以前的诗歌像牛顿物理学，有理性，有秩序，有经典的美感；而先锋派诗歌就像20世纪初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，他们引入了不确定性、多重视角、语言的跳跃。那他的后诗歌呢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。他写的不是人类中心的抒情，而是从复杂系统的模式与混沌中寻找诗意的结构。他不再迷恋粒子这样的物理隐喻，因为那太机械、太冷漠。他要写的是那种会自我演化、充满非线性反馈的现实，就像城市的扩张、互联网的信息流，或者一个人心里的波动系统。不是机械世界的诗，而是复杂世界的诗。马洛有个疯狂的想法：小说可以像天气一样真实又不可预测，它可以是语义的风暴系统，在现实与幻想之间随时转向。它不需要有中心角色，不需要线性剧情，甚至不需要确定的意义。2004年夏天，马洛开始他的下一场实验，写一部小说。灵感来自3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。一，他在报纸上读到，在美国内华达州一条最孤独的公路边，有一棵绵白杨树，人们在树上挂鞋子，像是给荒漠中的世界留下一点人味。2，
他在一包糖纸上读到叶芝的一句话，一下子联想到一首朋克歌曲，再联想到童年吃的巧克力榛子酱。Nocilla, Q.U.E. Merendilla。Nocilla 真是一顿完美小吃。3. 他当时正因摔断髋骨在泰国养伤，人在异乡，孤独、疼痛、断裂。你看，这3个东西互相毫无关系，但在他脑中就像量子粒子一样，突然纠缠了。这就是他小说《诺西拉之梦》的起点。小说就像一张散乱的星图，每一张是一个节点，每一段是一个轨道，它们彼此远离，却又暗藏关联。有科学论文，也有摇滚歌词，有哲学小语，也有机场闲谈，有真实人物，也有虚构角色。所有的东西全都被拼贴进这本小说里，像一个语义的粒子加速器。他在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儿，让小说像宇宙本身一样无序，但带有某种隐藏的秩序。小说写完之后，有人问马洛：“你这些故事角色到底从哪来的？是你编的吗？”马洛摇头说：“不，有些角色，有些场景，是我从我们叫做现实的东西里直接拿来的。”什么意思？在马洛眼中，现实本身就是一种集体创作的虚构。我们以为是真实的东西，其实不过是一种长期协商的叙事，就像小说一样，只是规模更大。于是你会在《诺西拉之梦》里看到，爱情和粒子物理穿插交错，鲑鱼加工厂和微信国家同时登场，下水道井盖、性工作者、机场候机厅，这些看似杂乱的生活片段，都被他编织进一张信息的宇宙网。小说里还有一个角色，每天中午都会固定读一遍博尔赫斯的《论科学的精确性》，那正是马洛自己。他把自己写进了小说里，像个程序里的幽灵变量。他不是在写小说，他是在绘制一张世界的拓扑图。3个月后，马洛从这个诺西拉梦中醒来。几个星期后，他又开始了下一部小说《诺西拉体验》。再过几个月，诺西拉实验室也诞生了。这是他构建的3部曲，不是3段故事，而是3次关于现实本身的实验。在最终章诺西拉实验室中，马洛请来了一位重磅人物做客串，西班牙文学传奇恩里克·维拉马塔斯。他曾在某本书中反复问道：现实真的存在吗？他没能给出答案，但马洛也许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儿，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他把这个问题写成了一整部小说。在一本注释中，马洛曾提到，在波拉尼奥的作品中有某种数学的回声，那是超出我们控制的文学中的隐藏线索。在他的小说里，这些线索几乎变成了明线。陌生的呼应，不约而同的重复，出现得如此频繁，你会忍不住想给他们画张地图，试图把这个世界标注出来。但你马上就会发现，这张地图可能会比世界还大。后来，马洛彻底告别了物理学，他决定把余生献给文学实验。2018年，他发表长篇小说《战争3部曲》。这一次，他不再关心粒子或系统，他把目光投向我们所有人，那些每天活在信息漩涡中的人类。马洛说，我们现在每一天阅读制造的虚构，在网络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。不是小说变得不真实，而是我们已经活在一个比小说还小说的世界里。曾经，科学想解释世界，后来，小说想模拟世界，而现在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不自觉地编写着世界。在诺西拉3部曲之后，马洛又开启了第2个3部曲实验。第一部讲的是一个作家，他在一座荒废的岛上建立了一个写作驻地，一切都很正常，直到他开始听到奇怪的声音。他以为那是文学的隐喻，是某种象征或意识的投影。但后来他明白了，耳边的嗡鸣不是隐喻，不是象征，也不是文学，它只是一种正在发生的现实。这就是马洛的极致，他不再用小说描述现实，而是让小说和现实本身产生干扰，像量子态一样带入不可预测性。当然，他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，还有一些拉美作家也开始在小说里听见了科学的回声。智利作家琳娜·梅鲁纳写了一本小说叫《神经系统》，讲的是黑洞、家庭、
和过去的引力。情感也有引力，像物理一样不可逃脱。墨西哥作家乔治·沃尔皮写了《寻找柯林索尔》，小说里那个物理学家影子很像海森堡，真假之间像量子叠加那样难以分辨。本杰明·拉巴图特也写过很多关于科学家的小说，他写薛定谔，写海森堡，写格罗滕迪克，但更像是一种传记式拼贴。他让物理变得动人，但不是实验性的。这些作家都有共通点，他们都在听一种声音，一种从我们脑海深处传来的东西。但只有马洛把那声音写成了现实本身的断裂。马洛曾经写过一句话：科幻这个词是多余的，因为所有的科学本质上都是一种虚构。对他来说，小说不是讲故事，而是一种实验，用语言模拟复杂现实的实验。每一本书都是一张现实地图的副本，还顺带扫描了那些不可能存在的世界，梦境的、错乱的、被掩埋的、尚未发生的。它混合真实与虚构，把科学拉进幻想，把幻想投进现实，目的只有一个：去理解成为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它的文字就像一座扭曲镜子的迷宫，你可能会在里面看到自己，也可能会彻底迷失方向。当然，有时候他的小说也会走到极端。当最弱的一面出现时，你会觉得这就是一块阴谋论者的图板，钉子连着钉子，绳子绕来绕去，意义模糊，结构散乱。但最强的时候，他创造出的是一种全新的物理学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磁共振成像，只是用小说来完成，不是用射频激发氢原子，而是用文字激发我们心里那些被压下去的东西。我们读马洛不是为了得到答案，而是去听听自己身体内部那一声轻微的回响。物理学的目标是理解宇宙在一切尺度上的运作，去探知我们和仪器所能触及的一切可能性。而物理的方法是不断推挤现实的边界，直到它再也无法被挤压，无法被改变。要理解这个世界，就得先列出它的所有可能性。所以物理学其实是在划定什么是不可能的，那些属于别的宇宙的可能，那些我们永远无法抵达的现实，正是在这些缺席中，让我们眼前的世界更清晰也更有限。而小说呢？小说是我们通往不可能的实验室，是我们用来描绘超出这个宇宙之外的无限。那些虚构的、不存在的、不成立的，也是世界的一部分，因为它们存在于我们心中，它们能让我们落泪、振奋或者胆怯、崩溃。我们从未真正经历过这些，不可能，也没法用手触摸它们，但它们依然扩张了人类这个概念的边界。是的，我们也许被现实所求，但我们天生属于虚构。物理学总是提出最简单的问题：什么是可能的？而小说总是逼我们面对最困难的：什么是不可能的？如果我们真的想理解这个世界，我们需要两者。在物理和小说中，所谓实验本质上就是一个提问，但它从来不是一个答案。没有哪一次实验能为知识画上句号，每一次尝试都还留下了不确定，也正因此留下了余地，让我们继续想象，继续提问，继续写下去。在物理与虚构之间，实验永无止境，想象也不会终结。